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。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，力求客观呈现。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，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。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，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。1. 爆冷出局，小城大事全程陪跑，仅获2项边缘提名。5月26日，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。这份万众期待的名单，瞬间引爆全网热议。其中最让人意外，也最具话题度的，莫过于赵丽颖主演的现实题材大剧《小城大事》无缘最佳女主角提名。消息一出，赵丽颖未入围白玉兰话题直接冲上热搜，网友们更是吵翻了天。有人为赵丽颖鸣不平，直言实际碾压却陪跑，评审标准太双标。也有人理性分析，认为作品与角色存在短板，落选在意料之中。作为手握飞天奖、金鹰奖双料视后，3次提名白玉兰视后的实力派演员，赵丽颖此次爆冷出局，不仅关乎个人奖项荣誉，更引发了全网对白玉兰评审标准、演员实际价值、现实题材创作困境的深度讨论。这场关于落选的热议，早已超越演员本身，成为国产剧行业的一次集体反思。1. 爆冷出局，小城大事全程陪跑，仅获2项边缘提名。本届白玉兰奖，赵丽颖主演的《小城大事》作为央八开年大剧、年度现实题材重点作品，开播前被寄予厚望，收视与口碑双丰收。原本被视作最佳女主角的热门种子选手，最终却遭遇全程陪跑的尴尬局面。整部剧仅收获最佳改编剧本、最佳女配角朱媛媛2项提名，核心的最佳电视剧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主角等重磅奖项全部无缘。赵丽颖更是直接未进入视后提名名单，这样的结果让无数观众和粉丝大跌眼镜。小城大事作为一部聚焦基层干部成长的现实题材剧，开播后热度居高不下，央八黄金档收视稳居前列，全网播放量突破30亿。凭借接地气的剧情、真实的人物刻画，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喜爱。赵丽颖饰演的基层干部李秋平，人设鲜活立体，从普通基层职员一步步成长，展现了基层工作者的坚韧与担当，表演细腻自然，极具代入感。这样一部热度、口碑、国民度兼具的作品，最终却在白玉兰提名中颗粒无收，核心奖项全部落空。对比同期入围的《生命树》《藏海船》《沉默的荣耀》等剧集，差距一目了然。也正因如此，赵丽颖未入围才会迅速发酵，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。争议的核心直指作品本身的短板与评审标准的倾向性。2. 深度解析，小城大事落选3大核心原因，输的并不冤。抛开粉丝滤镜，理性分析小城大事与赵丽颖此次落选，其实并非毫无征兆。作品、角色、题材3方面的短板，叠加本届强敌环伺的竞争格局，最终导致爆冷出局，输的并不冤。1. 角色短板，戏份分散，高光不足，表演张力难达评审期待。赵丽颖饰演的李秋平，虽是小城大事的核心主角，但戏份分散，高光戏份稀缺，角色张力不足，难以支撑起视后级别的表演呈现。整部剧聚焦基层群像，采用多线叙事，李秋平的角色更多是串联剧情，推动故事发展，而非核心爆发点。角色成长线平缓，缺乏极具冲击力的名场面、哭戏、内心戏，表演空间有限，很难展现出极致表演的层次感与爆发力。而白玉兰奖评审向来格外看重角色完整性、表演层次感、高光名场面，更偏爱能让演员封神的复杂、厚重、极具张力的角色。对比本届视后提名的杨紫《生命树》、孙俪《蛮好的人生》等演员，他们的角色要么层次丰富、情感浓烈，要么人设复杂、极具突破性，表演空间远大于李秋平。赵丽颖此次角色受限，自然难以打动评审。2. 题材困境，
同质化严重创新不足，男突为主流偏好。小城大事作为基层建设题材，与此前入围白玉兰的县委大院高度同质化，聚焦基层治理、干部成长，叙事模式、剧情框架、人物设定相似度极高，缺乏创新与突破，难以在众多现实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。本届白玉兰奖评审明显更偏爱聚焦环保、农村改革、文化传承等主流议题，且叙事新颖、风格独特，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质感的现实题材作品。比如杨紫主演的《生命树》，聚焦青海环保与生命成长，兼具地域特色与人文深度；杨幂主演的《生万物》，聚焦时代变迁与农村改革，叙事厚重，格局宏大。沉默的荣耀聚焦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，剧情扎实，表演精湛。而小城大事题材撞车，创新不足，叙事套路化，人物脸谱化，缺乏差异化亮点，在一众优质现实题材作品中，自然难以获得评审青睐，落选也在情理之中。3. 强敌环伺，事后竞争白热化，实力派扎堆男突围。本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堪称史上最卷，杨紫、孙俪、吴越、杨幂、任素汐5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，每一位都是事后级别的有力竞争者。赵丽颖即便入围，突围难度也极大。杨紫凭借《生命树》连续第3年提名事后，创下白玉兰历史纪录，角色厚重，表演细腻，口碑与热度双高。孙俪携蛮好的人生冲击3封事后，国民度与演技底蕴无可替代。吴越凭借《沉默的荣耀》塑造的基层女性形象，真实接地气，浑然天成的表演获专业认可。杨幂、任素汐也凭借差异化角色，展现出不俗演技。在这样神仙打架的竞争格局下，赵丽颖受角色与作品限制，即便入围也难有优势。此次直接未入围，看似意外，实则是多方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。3. 实际碾压，赵丽颖手握3大奖满贯契机，缺的从来不是实力。虽然此次白玉兰爆冷出局，但赵丽颖的行业地位、演员实际早已无需白玉兰证明。作为85花中的佼佼者，她是国内首位手握飞天奖、金鹰奖、百花奖3大主流奖项的演员，据3大奖满贯仅差白玉兰事后，实力毋庸置疑。一主流奖项大满贯，实际断层领先。赵丽颖的奖项履历堪称85花天花板。飞天奖凭借《风吹半夏》斩获优秀女演员奖，这是中国电视剧领域最高荣誉，含金量无可替代。金鹰奖先后2次斩获最佳女主角，成为金鹰奖史上首位双料视后，国民认可度拉满。百花奖凭借电影《乘风破浪》斩获最佳女配角，成功跨界电影领域，演技获大银幕认可。白玉兰奖此前3次提名最佳女主角《花千骨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》受风吹半夏，始终与奖项擦肩而过，成为她演艺生涯的意难平。纵观85花阵营，杨幂、刘诗诗、唐嫣等演员均未能集济3大主流奖项，而赵丽颖凭借扎实的演技、稳定的输出、爆款作品不断，实际断层领先，是公认的85花实际女王。2转型突破，短剧电影双线发力，演技再获认可。此次白玉兰虽未入围事后，但赵丽颖并未缺席，反而凭借短剧、电影双线突破，惊艳全场，展现出强大的转型能力与演技可塑性。她主演的短剧《在人间》成功入围白玉兰新设最佳短剧单元，饰演多重人格角色，一人分饰多角，切换自如，动作戏、内心戏极具张力，被网友称赞动作大片级演技，打破了大众对短剧的偏见，证明了她无论长剧、短剧都能驾驭优质角色。同时，她主演的电影《浴火之路》成功提名长春电影节金鹿奖，这是她跨界电影领域的重要突破。影片中，她颠覆以往形象，饰演坚韧果敢的女性角色，演技获电影节评委认可，持续拓展表演边界，从电视剧到短剧、电影全面开花，
实力不容小觑。3、国民度爆棚，收视口碑双丰收，观众缘无可替代。抛开奖项，赵丽颖的国民度、观众缘、市场号召力在85花中堪称顶尖。她主演的作品几乎步步爆款，花千骨打破收视纪录，开启仙侠剧新时代。知否成为古装剧标杆，口碑与热度双高。风吹半夏转型现实题材，斩获飞天奖。小城大事作为开年大剧，收视稳居前列，全网播放量突破30亿。她的表演接地气，有灵气，共情力强，无论是古装、现代、现实、仙侠都能驾驭，角色适配度极高，深受各年龄段观众喜爱。奖项或许有争议，但观众的认可、市场的选择从来不会骗人。赵丽颖的实力早已刻在每一部爆款作品里。4、行业反思，评审标准引争议，实际与奖项何时对等？赵丽颖此次落选，引发的不仅是个人热议，更是对白玉兰评审标准、国产剧行业生态的深度反思。网友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赵丽颖该不该获奖，而是为何实际、口碑、国民度兼具的演员始终难以获得主流奖项认可。评审标准是否过于单一、固化？白玉兰作为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电视剧奖项，本应秉持公平、公正、专业的原则，兼顾演技、实际、口碑、国民度，而非过度偏向题材、人设、表演形式。希望此次热议能推动评审标准优化，让实际与奖项对等，让实力派演员不再被辜负，让国产剧行业回归演技本位，作品为王。结语：第31届白玉兰奖提名，赵丽颖的爆冷出局是遗憾，也是反思，是争议，更是认可。她3次陪跑白玉兰，手握飞天、金鹰、百花3大奖，距满贯仅1步之遥，缺的从来不是实力，只是一个契机，一个认可。一次落选，从来定义不了赵丽颖，也磨灭不了她的光芒。从龙套演员到实际女王，从流量小花到实力派演员，她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、打磨与突破。不纠结过往，不畏惧争议，专注作品，沉淀自己。岁月从不负有心人，未来赵丽颖终会等到属于她的白玉兰，终会圆梦大满贯。而这场关于落选的热议也终将落幕，留给国产剧行业的是对评审标准、演员价值、作品本质的长久思考。愿未来每一位实力派演员都能被温柔以待，每一部优质作品都能被看见、被认可，国产剧行业能真正回归初心，百花齐放，绽放更多光芒。白玉兰提名名单公布那天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谁入围了，而是赵丽颖怎么没进。说实话，当小城大事一路热播，口碑稳定发酵的时候，很多观众其实早就默认赵丽颖这一次离白玉兰视后应该很近了。可结果出来后，她不仅没拿奖，甚至连最佳女主角提名都没有，这种爆冷感才会让全网情绪一下子被点燃。但越是在这种时候，越能看出一个演员真正的分量，因为有些演员离开奖项就没有讨论度。可赵丽颖恰恰相反，她即便落选，依然能成为整个行业最核心的话题人物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。其实认真回头看《小城大事》，会发现这部戏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冲奖型作品。它没有极端狗血的情绪爆发，也没有那种靠一场哭戏封神的桥段。李秋萍这个角色更像现实生活里千千万万个基层工作者的缩影。她不轰轰烈烈，不锋芒毕露，却始终带着一种隐忍、坚韧和温度。而赵丽颖最厉害的地方也正在这里。她这些年的表演越来越不像演，反而越来越像真实生活中的某个人。很多观众喜欢她，不只是因为漂亮，更因为她演戏时那种天然的共情力。她一开口，一皱眉，一个沉默的眼神，都很容易让人相信这个人物是真的存在。
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是这样，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是这样，小城大事里的李秋平同样如此。很多人总觉得演员必须有大开大合的戏才叫演技，但真正高级的表演往往是润物细无声。赵丽颖如今已经不再依赖情绪宣泄去证明自己，她开始学会收着演，沉下来演，用细节撑人物，用气质托角色。这种转变其实比单纯演一个高光角色更难。所以这次白玉兰落选，遗憾肯定有，但真要说被否定，其实远远谈不上，因为观众心里是有一杆秤的。这些年85花里，真正完成转型的演员并不多，有人还困在偶像剧舒适圈，有人开始减少曝光，而赵丽颖却一直在往现实题材里扎。她演农村女性，演创业者，演基层干部，演复杂母亲，她明显已经不满足于漂亮女主这种安全欧了。这一点其实特别难得，尤其是在如今流量越来越浮躁的环境下，很多演员还在争番位、争热搜的时候，赵丽颖已经开始把重心放到角色本身。她不再执着于一定要艳压，而是更在意人物是否成立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她身上开始慢慢出现一种真正属于实力派演员的厚度。很多人没注意到，这次虽然长剧失利，但赵丽颖其实并没有停下突破。短剧在人间里，她挑战多重人格角色，一人分饰多角，那种状态切换的控制力，已经完全不像早年的偶像剧表演模式。电影《浴火之路》里，她又把自己身上的柔压了下去，演出了女性角色少见的狠劲和生命力。你会发现，现在的赵丽颖已经越来越不害怕毁形象，而一个演员真正开始成熟，往往就是从不怕不好看开始的。这一点其实比拿不拿奖更重要。当然，关于白玉兰的争议，每年都会有。有人说评审偏题材，有人说更看重表演爆发力，也有人觉得现实成绩和奖项结果并不对等。可奖项终究只是行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，它可以代表阶段性认可，却不能决定一个演员的全部价值。否则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经典演员年轻时长期陪跑，最后却成为时代记忆。赵丽颖现在最可贵的地方，是她已经逐渐进入一种不需要靠奖项证明自己的阶段。她有国民度，有代表作，有市场号召力，也有越来越稳定的演技输出。观众提起85花，第一个想到的人里，始终会有她。而且别忘了，她一路走到今天，从来都不是顺风顺水。她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背景加持，也没有所谓天赋型资源。从最早被嘲圆脸不适合当主角，到后来一步一步站上飞天奖领奖台，她靠的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真正一点点熬出来的。所以很多观众才会对她格外有共鸣，因为大家在她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明星，而是一种很真实的成长感。她会经历争议，会经历低谷，也会被质疑、被否定，但她总能安静地继续往前走。这种力量其实特别打动人。也许现在的赵丽颖距离白玉兰大满贯还差一步，但很多时候，真正值得被记住的演员，并不是拿奖最多的那个人，而是那个无论经历多少起伏，都始终认真对待角色的人。而赵丽颖恰恰就是这样的演员。所以这一次落选，与其说是终点，不如说更像一次新的开始。因为观众已经看见，她正在慢慢脱离流量演员的标签，真正走向一个成熟演员最珍贵的阶段，不靠热搜活着，而靠作品留下来。这样的赵丽颖，或许比一座奖杯更值得被尊重。从飞天视后赵丽颖到白玉兰视后杨紫，流量演员想拿奖该怎么做？6月26日，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。杨紫凭借《生命树中高原》巡山女警白菊一角摘的最佳女主角桂冠，成为白玉兰奖设立以来的首位90后视后。从2017年《欢乐颂》提名最佳女配角，
到2024年《长相思》，2025年国色芳华连续2届入围最佳女主角，再到今年凭生命树第4度提名后正式获奖。杨紫用10年时间走完了从提名到捧杯的路。纵观近年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，流量面孔并不少见。今年除杨紫外，肖战凭借《藏海船》首次入围最佳男主角，杨幂则时隔15年凭借《生万物》再度提名最佳女主角。此前，唐嫣、刘亦菲、赵丽颖等人也曾相继入围。提名者不少，真正捧杯者却寥寥。算上赵丽颖凭《风吹半夏》拿下飞天奖优秀女演员，成为主流奖项里首位85花式后，今年杨紫凭《生命树》拿下白玉兰奖，则直接弯道超车，成为首位90花式后。从提名名单到获奖名单，可以看到流量演员想要冲刺主流奖项，往往要分3步走。第一，选对赛道，用证据打破偶像滤镜。流量演员的困境在于，偶像剧作品即便热度再高，在主流奖项的评审体系里也天然处于劣势。此前，杨紫凭《长相思》国色芳华，刘亦菲凭《玫瑰的故事》提名白玉兰最佳女主角，但最终都未能获奖。白玉兰奖本身偏爱现实题材，在历史证据缺席的那些年，无论是作品奖项还是演员奖项，古装剧的获奖概率都不高。杨紫从《长相思》国色芳华的古偶剧提名，到凭《生命树》的现实题材获奖，题材优势被普遍认为是不可忽视的助力。第二，表演有突破，角色能扎根真实的生活。流量本身不是原罪，但流量带来的争议是，主流奖项评审主要看重的不是数据，而是角色是否立得住。这也是流量演员冲刺主流奖项时不约而同瞄准现实题材的原因，不仅仅是因为题材优势，更因为在这类作品中，观众和评委更能看到他们褪去流量包装后真实的演技和感染力。这些去流量化的表演，都需要演员主动走出舒适区，扎根到真实生活的泥土里，塑造接地气、有共鸣的人物。第三，持续输出，用作品厚度积累评审信任。主流奖项极少垂青昙花一现的表演，杨紫之所以能在90后演员中率先突围，关键在于她保持着稳定的头部作品输出。连续多年的提名，自然能让评审和观众看到一位演员的可塑性与成长性，而非一次性的超常发挥。另一位飞天奖视后赵丽颖同样如此，她也是凭借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》、《受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》连续多部高认可度作品才成功获奖。可见，流量演员若想获得主流奖项认可，不能寄望于单部作品的爆冷，而是要用多年持续的优质作品建立信任。冲刺主流奖项看似有路径可循，但想连续演出认可度高的作品并不容易。从争取资源到投入拍摄再到顺利播出，至少经历1到2年的周期。而即便播出了，能获得广大观众和评委的认可也只占少数。争取一部好剧，沉下心打磨，用时间积累，这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需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。在赵丽颖、杨紫之后，不知下一个成功获奖的流量面孔会是谁？看完这篇文章，最深的感受其实不是谁赢了，而是终于看到内娱开始真正承认一件事：流量演员并不是只能停留在热搜和数据里，他们也可以一步一步走进主流奖项的核心舞台。这些年，很多人总喜欢把流量和实力放在对立面，好像一个演员只要年轻、粉丝多、商业价值高，就天然不配被认可。可赵丽颖和杨紫这一路走来，偏偏就是在打破这种偏见。尤其是赵丽颖，她当年凭《风吹半夏》拿下飞天奖优秀女演员的时候，很多观众都有一种终于等到了的感觉，因为大家太清楚，她不是靠一部戏突然逆袭，而是真正熬了很多年。从《陆贞传奇》到《知否》，再到《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》，她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。最难得的是，她没有停留在最舒服、最安全的古偶赛道里，
而是不断逼自己往现实题材里扎。这一点其实特别不容易，因为现实题材不像偶像剧，不能靠滤镜、妆造和 CP 感撑人物，观众会盯着你的眼神、说话方式、生活气息，甚至一个走路动作，演得不像，观众立刻出戏。但赵丽颖这些年最大的进步，恰恰就是生活感。幸福到万家里的和幸福，很多农村观众一看就觉得真实。她说话时那种憋着委屈却不肯认输的劲儿，太像现实里那些咬牙撑着家的普通女人了。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又完全不同，她身上有野心，有锋利，有时代浪潮里的女性生命力。赵丽颖最厉害的地方是她开始不怕角色不漂亮了，这其实是一个演员真正成熟的标志。因为很多流量演员最难跨过去的一关就是偶像包袱，他们怕扮丑，怕失去粉丝滤镜，怕角色不够梦幻，怕观众不再喊女神。可真正能拿主流大奖的演员，最后拼的从来不是美，而是角色有没有灵魂。杨紫这次能凭生命树拿下白玉兰，其实也走的是同样的路。她早年最红的时候，靠的是国民度和偶像剧热度。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亲爱的，热爱的长相思确实让她站稳了流量花的位置，但也让很多人默认她只能演高热度女主。可这几年能明显感觉到，杨紫一直在主动改变。她开始减少甜宠舒适区，去碰更沉、更苦、更贴近现实的角色。生命树里的高原女警白菊，没有华丽造型，没有恋爱滤镜，甚至很多镜头都是风吹日晒后的粗粝状态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观众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原来杨紫已经不再只是会哭戏的流量小花，她已经开始有了真正的角色塑造能力。所以文章里提到那3点，其实总结得很准。第一是选对路，主流奖项确实更偏爱现实题材，因为现实题材更容易检验演员到底有没有真功夫。偶像剧再火，也容易被认为是在人设保护区里表演。第二是角色得落地，这几年真正被认可的演员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越来越像普通人，不是高高在上的完美女主，而是有烟火气、有缺点、有疼痛感的人。第三才是最重要的，持续输出。这一点，赵丽颖尤其典型。她不是1年爆1次，而是连续很多年都在稳定交作品。观众可能会因为一部戏喜欢你，但评委一定是看你10年。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尊重赵丽颖？就是因为她已经从爆款女王慢慢变成了作品型演员。她身上最难得的地方是没有被流量时代困住。其实回头看会发现，真正能走到最后的演员，都有一种特别强的长期主义。他们知道，一时的热搜没那么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5年后、10年后，观众提到你时，想到的是角色，而不是八卦。所以，下一个能拿主流大奖的流量演员会是谁？我反而觉得，答案可能就藏在那些已经开始去流量化的人里。谁愿意放下偶像光环？谁敢走出舒适区？谁能沉下心一年一年积累作品？谁才真正有机会？因为现在的观众其实越来越聪明了，大家或许会为颜值停留1秒，但最后真正留下来的，永远还是角色带来的共鸣。而赵丽颖和杨紫最让人佩服的，也正是这一点，他们终于让所有人看到，所谓流量演员，并不只是青春饭，也可以一步一步走成真正的演员。无作品照样顶流。王一博停工期曝光量骤降，商业价值却让同期艺人望尘莫及。王一博目前正处在影视创作的阶段性休整期，没有参与新的影视拍摄项目。表面上看，缺少持续更新的影视内容输出，外界一度出现关于他热度是否回落的讨论与猜测，但现实的发展却恰恰相反。他的人气与商业价值始终稳站在内娱金字塔的顶端，在一众顶流艺人中依旧保持着极具竞争力的领先位置。在商业领域，
他手握多个不同维度的代言合作资源，其中不仅涵盖多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代言，也包括数个顶级高奢品牌的长期合作项目。高规格合作密集叠加，使他的商业版图显得尤为扎实而耀眼，也让他成为业内公认的带货标杆。无论是品牌选择还是市场反馈，他所展现出的商业号召力都明显高于不少同期艺人，形成了稳定且强势的市场影响力。更具代表性的是，有高端品牌在首次启用明星代言人时便直接选择了他。该品牌进入国内市场多年，一直坚持不与明星进行合作，此次破例选择王一博，本身就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，他在行业内的认可度与影响力已经达到足以改变品牌策略的程度。这种第一次的合作，不只是商业行为，更像是一种对他个人影响力的背书，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在高端市场中的独特地位。在他暂未进组拍摄的这段时间里，外界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与持续讨论。很多人不断猜测他的下一步动向，是正在精挑细选更契合自身气质与发展路线的优质剧本，还是在有意识地拓展影视之外的多元发展空间。这种持续不断的关注与讨论，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热度并未减弱，反而因为空白期而被进一步放大，形成一种更具张力的公众期待感。即便没有新的影视作品持续输出，王一博依然凭借自身综合实力维持着高热度与顶级商业价值。他所呈现出的不再只是单一领域的演员身份，而是一种跨越影视、时尚与商业多维度发展的综合型艺人形象。这种超越单一赛道的能力，使他在竞争激烈的娱乐行业中依旧保持稳定上升的关注度，也让外界对他未来的每一步动态都充满想象与期待。很多人其实都低估了王一博停工期背后的含金量。在如今这个更新速度极快的娱乐圈，艺人一旦没有新剧、没有综艺、没有曝光，热度往往会迅速下滑。可王一博偏偏成了那个例外。他没有进组拍戏，没有靠密集营业维持存在感，但大众对他的关注却始终没有真正降下来，反而有一种越沉淀越让人期待的感觉。这恰恰说明了一件事：真正能站稳顶流位置的人，靠的从来不是短期流量，而是长期建立起来的个人价值。王一博身上最特别的一点，是他很少主动制造话题，但话题永远会自动围绕着他展开。别人靠曝光维持热度，他却靠存在感维持讨论度。哪怕只是一次机场路透、一次品牌活动、一次赛车训练，都会迅速引发大规模关注。因为观众已经形成一种习惯，大家会天然的想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。这种影响力其实比单纯的数据更可怕，尤其是在商业价值这一块，王一博这些年的表现真的已经不是普通流量艺人的维度了。很多品牌选择代言人，看中的不仅是粉丝购买力，更是艺人本身的气质、稳定性、国际认知度以及长期价值。而王一博恰恰是少数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。最让人感慨的是，他并不是靠疯狂营业换资源的人，相反，他很多时候都显得特别安静。别人拼命上综艺、直播、制造热搜，他却经常一头扎进赛车场、街舞、摩托车或者自己喜欢的领域里。可偏偏就是这种不刻意讨好市场的状态，反而让他的个人气质越来越独特。现在内娱最缺的，其实就是这种不可替代感。因为很多流量艺人一旦离开作品和曝光，就会迅速被新人覆盖。但王一博不是，他身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定的个人品牌认知，年轻、专业、自律、冷静，同时又带着一点少年感和野性。这种气质在高端品牌眼里其实特别稀缺，所以才会出现一些过去从不启用明星代言的品牌，第一次破例就直接选择王一博。说白了，品牌并不是在赌流量，而是在赌长期影响力。而王一博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让品牌相信
即使没有作品上线，他依旧能持续吸引大众目光。这一点在整个内娱都非常少见。很多人总觉得顶流一定要天天挂热搜，天天刷屏，但真正站在行业高位的人，往往已经不需要靠高频曝光证明自己了。王一博现在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蓄力期，他不急着消耗自己，也不急着疯狂接戏，反而是在认真筛选下一阶段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。其实仔细看王一博这几年的路线，会发现他一直在主动摆脱单一偶像的标签。他拍电影、演正剧、玩赛车、跳街舞，最关键的是他不是玩票。无论是赛车还是舞台，他都会真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做到专业。观众能感受到他的认真，所以才会越来越认可他。因为大家发现王一博从来不是靠包装出来的完美人设，而是一个真的愿意沉下心去打磨自己的人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现在很多艺人最大的问题是太急于证明自己，可王一博反而越来越有一种慢下来的力量。他不急着回应外界争议，也不急着证明热度还在，而是用一种很稳定的节奏往前走。偏偏这种稳定最难得，因为娱乐圈最怕的不是被讨论，而是没人讨论。王一博现在即使处于空档期，依旧能维持极高关注度，本身就已经说明他的市场号召力没有真正动摇。甚至可以说，他已经进入一种作品未出，期待先到的阶段。观众会好奇他下一部电影是什么类型，会猜测他是不是在接触更大的项目，也会期待他未来还能解锁什么新的身份。这种长期期待感才是真正的顶流底气。所以说，王一博如今最厉害的地方已经不只是红，而是他正在慢慢从流量艺人变成一个拥有个人品牌价值的公众人物。这种转变远比短暂的热搜更有分量。实力认证，王一博连续2年斩获泰利奖，口碑收视双爆。6月开篇，王一博接连传来重磅喜讯，一边是深耕纪实领域的新血之作《探索心境》再度拿下国际权威奖项，一边是主演《追风者》刷新国产剧重播纪录，2项沉甸甸的成绩接踵而至，再次印证他跳出流量桎梏，用扎实作品站稳行业脚跟的超强实力。从演员到纪实创作者，每一步深耕都落地生花，在不同赛道持续交出满分答卷。6月2日，国际纪实领域重磅奖项泰利奖获奖名单正式落定。王一博作为发起人打造的纪实系列《探索心境》再创里程碑，继第1季斩获第46届泰利奖金奖后，第2季成功拿下第47届泰利奖铜奖，实现连续2年摘的泰利奖项的亮眼成绩。素有美国电视界奥斯卡美誉的泰利奖含金量不言而喻，每年汇聚全球6大洲50多个国家超13000部作品参赛，200多位来自 HBO、BBC 等国际顶尖平台的业内专家组成评审团，最终仅有不足1成作品入围中评，获奖难度可想而知。在严苛的评选标准之下，一档由艺人牵头的原创纪实节目连续2年斩获大奖，在内娱实属罕见。这份荣誉既是国际业界对影片拍摄水准、人文内核的高度认可，更是对王一博跨界深耕纪实内容的最好褒奖。摒弃明星综艺的剧本化摆拍套路，探索心境全程携手 Discovery 国际制作团队与国内顶尖户外专家，奔赴玉林、戈壁、高山等极端地貌，没有刻意营造人设，只以真实镜头记录一次次极限挑战与自我突破。从穿越荒芜荒漠到直面100米峭壁攀岩，王一博褪去荧幕角色光环，以探索者的身份直面恐惧，不断突破，把对自然的敬畏、对自我的思考融进每一帧画面，让冰冷的纪实影像拥有温暖的人文力量。也正因这份真诚与专业，让系列作品走出国门，收获全球专业评审的青睐。就在纪录片斩获国际奖项的前一日，6月1日，王一博主演的民国谍战大剧《追风者》迎来里程碑时刻。
剧集顺利完成全国各大电视台第185轮重播，一举创下国产剧集长尾播出全新纪录。该剧自2024年3月首播上线，短短2年多时间席卷央视多频道、全国各大省市地面频道，不分黄金档与日间档常年循环播出，从中老年观众到年轻群体，跨圈层收获源源不断的喜爱。凭借过硬剧本与全员在线的演技，打破国产剧播完即沉寂的市场常态，成为国产年代剧里名副其实的常青之作。剧中王一博塑造的魏若来细腻立体，把乱世之中小人物坚守信仰、步步成长的蜕变刻画得入木三分，眼神、神态里全是角色的挣扎与赤诚。正是这份走心的演绎，让角色跨越时间打动一代又一代追剧观众，支撑剧集历经数百轮重播依旧收视稳固。放眼国产影视市场，能够播出上百轮的剧集寥寥无几，185轮的惊人重播数据，是观众用日复一日的收看给出的最实在好评。从影视演员到纪实项目发起人，王一博向来不被标签束缚，不困在舒适圈内。演戏时沉下心打磨角色，深耕纪实便躬身深入山野实地，始终秉持匠心对待每一份作品。一边手握国际权威奖项打破内娱纪实奖项纪录，一边凭主演剧集创下国产剧重播标杆，双线开花的成绩从不是偶然，是日复一日沉淀与坚持换来的结果。不追逐短暂的热度孵化，专注作品深耕细作。如今的王一博早已用一部部实打实的优质作品，撕掉固有标签，活成实力派最好的模样。前路漫漫，相信怀揣热忱的他，未来还会解锁更多惊喜，持续在影视与纪实领域不断突破，带来更多被市场、被观众、被国际认可的优质佳作。王一博这几年最让人佩服的一点，就是他从来不是靠热搜存在感活着的人。很多艺人一旦进入作品空窗期，讨论度立刻断崖式下滑，可王一博偏偏相反。他不拍戏的时候，大家反而越来越能看清他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从来不是短暂的流量，而是作品留下来的后劲。这次探索心境连续2年斩获泰利奖，真的不是一句优秀就能概括的。因为懂纪录片的人都知道，泰利奖不是娱乐圈内部自嗨式的奖项，他看重的是内容本身的专业度、人文价值和国际表达。尤其在如今快节奏娱乐环境下，愿意静下心做纪实内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，更别说一个顶流艺人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雨林、高山、荒漠这些真正吃苦的地方。最难得的是，王一博做探索心境时，完全没有那种明星真人秀的表演感。很多所谓冒险节目，其实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是设计好的情节，危险感是假的，情绪是演的，连摔倒都像提前排练过。但王一博的状态不一样，他在镜头里经常不说话，只是安静地观察环境，专注完成挑战，那种真实的紧张感和疲惫感是藏不住的。尤其攀岩、高原徒步那些片段，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不是在展示自己，而是真的在和自然较劲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完之后会对他改观，因为观众终于发现，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种现在内娱特别稀缺的东西，耐得住寂寞，也扛得住压力。他从来不喜欢用语言证明自己，而是习惯用行动一点点去完成目标。其实王一博最厉害的地方，从来不是全能，而是他做什么都愿意钻进去。他演戏的时候，会为了角色长期沉浸；玩赛车，就真的去考职业资格；做纪录片，也不是挂个名字当噱头，而是真的跟团队深入实地拍摄。很多艺人喜欢把热爱挂在嘴边，但王一博属于那种不说，却会默默做到极致的人。而追风者的185轮重播，更像是市场给他的另一种认证。现在的国产剧更新速度太快了，很多剧播完1个月观众就忘了，真正能留下来的作品越来越少。可追风者却能在2年多时间里不断重播，而且还能持续有收视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火过，
而是真正进入观众记忆了。尤其魏若来这个角色，真的很容易让人越看越上头。第一次看《追风者》，很多人会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青涩感，可越往后越能体会到角色的成长弧光。王一博把那种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迷茫、隐忍、觉醒演得特别细腻。他很多情绪戏甚至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，只靠眼神变化就能把人物内心撑起来。这一点其实特别难，因为年代剧最怕年轻演员悬浮，观众一旦不信角色，整部剧都会垮掉。但王一博的魏若来身上有一种很真实的生命力，你会相信这个人物真的存在于那个年代，也会相信他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。所以《追风者》能不断重播，本质上还是因为角色立住了。很多人以前总喜欢把王一博定义成流量偶像，可现在再回头看会发现，他早就已经不在那个赛道里竞争了。他没有沉迷于曝光和营销，而是在慢慢往作品型艺人方向走。这个过程其实特别难，因为意味着你必须接受热度起伏，也必须忍受长时间没有及时反馈的孤独。但王一博偏偏就是那种能沉下来的人。现在娱乐圈最缺的，其实不是会唱会跳会演的人，而是真正愿意长期主义的人。太多人急着爆红，急着刷存在感，急着维持话题，可王一博这些年的路线反而越来越像一种反流量逻辑。别人拼命营业的时候，他在山里拍纪录片；别人频繁进组刷曝光的时候，他在认真调角色；别人忙着制造人设的时候，他只是安静地把一件事做到最好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路才会越走越稳。连续2年泰利奖、追风者185轮重播，这2个成绩放在一起看，其实特别有意思。一个代表国际专业认可，一个代表大众市场认可。能同时拿下这2种认可的年轻演员，在现在的内娱真的不多。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，王一博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他现在有多红，而是他身上那种持续成长的能力。他从来不会停在一个舒适的位置上，今天可以是演员，明天可以是纪录片探索者，未来也许还会带来更多完全想不到的新身份。但无论做什么，他最打动人的始终是那份认真。而认真这件事，在浮躁的娱乐圈里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很珍贵的力量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